这是……这仙界的泥土怎么这么臭啊？也不知道有什么用。原来这棵树吸收了仙气泥土之后，这桃居然长得这么好。正好把这些桃子都收到戒指里，要是把这些桃全卖了，我就能给父母补贴家用了。收。接下来就是把桃子也收走。喂，哎，儿子，你爸鲍鱼堂被人骗了5万块，你赶快回来吧。儿子，你也别怪你爸，你爸他也是心疼你，才被人骗了5万块钱。爸把鱼苗被骗子骗了，鱼苗都死了。儿子，爸对不起你，咱们家只有你一个人在外面上班挣钱，补贴家用，还供你妹妹读书，现在多了5万块外债，可怎么办呢？可快！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。爸妈，你们放心，你儿子出去了，以后咱们家不会缺钱的。戒指里还有800斤仙桃，卖了这些就有钱补上欠款了。村隔壁的旅游区市场有钱人多，这里肯定有人买。仙桃，刚从树上摘的仙桃啊，50块钱1斤，先尝后买。50块钱1斤，这么贵啊？哥们儿，你这桃皮是金子做的，还是桃核是金子做的？就算是旅游区也太贵了吧？1分钱1分货，先尝后买。如果不满意，我连人带摊子都赔给您。哟，小伙子，你这口气挺狂啊！这不是采薇饭庄的景老板吗？他可是全市最大的垄断商。你这桃子如果不值这个价，你就别在这里卖了啊！景老板皱眉了，这看起来就是个穷小子，能种出什么好桃子，肯定不好吃。小兄弟，你这桃子还有多少？我全包了。景老板，我这家里还有800斤，你确定要全包了？你这桃子真是绝了，甜得我舌头都要化了，而且还带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儿。兄弟，来，我现在就给你转账。好。小兄弟，这是10万，以后你这桃子请优先供给给我。价格的话，咱就按110斤来算。110斤啊！不愧是仙界土壤，这下家里不缺钱了。这爸妈，这些钱你们拿去买鱼苗吧。儿子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呢？你可别做什么违法的事啊！妈，你想哪儿去了？这都是我卖桃挣的。我种的桃子特别好吃，不信的话，你们尝尝。哎呀，这桃子还能这么好吃呢？啊，是啊，咱们家这鱼也要是像桃这么好吃啊，那就好了。对呀，仙土种植桃效果都这么好，要是将仙土开发饵料喂鱼，效果岂不是更好？看来后山又有仙界垃圾了，这哪里是什么垃圾，分明是我的仙界空投。爸妈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出去一趟。没想到这竹书竟是百草经，上面不仅记载了所有药材的功效，还有各种奇难杂症，最主要的是提质散和强参汤这2个药方的炼制手法。按照书上所说，提质散和强参汤能够提升凡人3倍的智力和体力。我现在身体太差了，也应该提升一下自己的体质了。这2个药方所需的药材，倒是在市场上都能买到。看来明天去完鱼塘之后，还要再去一趟药材市场。来，爸妈尝尝吧。来。哎呀，哎，老大，你这鱼汤里放了什么呀？这么好喝？是啊，这是我头一回喝到这么好的鱼汤。没想到鱼塘里的鱼吃了仙土掺杂的饵料后，效果这么好，只加了些调味品就有这么好的味道。看来也是时候联系景老板了。秘密，爸妈，你们放心，有我在，你们以后不会再吃苦了。要是我没看错的话，这就是百草经里提到的血人参。这么大一株，可是价值好几十万呢。没想到这个摊主竟然只和这些普通人参放在一起。哪来的穷小子？别挡着我的摊位，要账去别的地方账。我就是来买东西的。这人参多少钱？
1000一根，你要的话，我现在就给你打包。行，给我包起来吧。行。付过去了。真是个傻小子，买了根假人参。没想到啊，这次来药材市场，不仅买到了提质散和强参汤所需要的材料，居然还有血人参这个意外之喜。一会儿带着储物界里的大鱼去景老板那里看看。这药材市场怎么会有毒蛇？快将小姐送往医院！他的这种情况，就是我昨天在百草经上看到的绝命蛇毒，还能解这种蛇毒的，只有血人参。现在送医院，半路就会死。真的假的？这么严重吗？找死！敢咒我们家小姐！他中的是绝命蛇毒，这里离最近的医院至少要半个小时，但他最多只能撑5分钟。你认得这种蛇毒？周先生，你有什么办法能救我们家小姐？日后必有重谢。来，这是血人参，把它和鱼腥草混在一起磨成粉，让他服下就能逼出蛇毒。哎，你说这能行吗？这个能救人吗？这是。没想到这血人参刚到手，还没有捂热就送出去了。不过人命关天，总比看着一条命没了强。哎，这药喝下去了，有效果吗？醒了，醒了，吐血了！哎呀，真醒了！醒来！吐血了，可真神奇啊！小姐，谢谢先生救命之恩。我叫唐林婉，不知道先生尊姓大名，我唐家日后必有重谢。举手之劳而已，不必挂怀。这血人参年份早已过百，在市场上可以说是有价无市的极为珍贵之宝。没想到您竟然拿来救一个未曾相识之人。小姐，我们得赶紧回府，请医师复诊。此地人多眼杂。敢问先生尊姓大名，府上何处？我日后必定亲自登门道谢。我叫池锦，家住石城村，登门道谢就不必了。你好好回去休养休养。先生留步。这个卡里有200万，就当是我买下这颗血人参的钱。200万， 200万！天哪，这么多呀！另外，这枚玉佩是我家族的信物，凭借此玉佩，可以在我们唐氏的所有产业下享受贵宾级待遇。这么少，唐氏贵宾级待遇，唐家的贵宾级待遇啊，这太贵重了。您若是不肯收下，那便是嫌弃我们唐家礼数不周。石先生不必客气，我家小姐向来说一不二。好，那我就收下了。谢谢。石先生，3日后我会带人亲自上门道谢。先走了。出手可真大方呀！哎呀，走了，散了，走了。散了。我有事情要向你交代。不愧是采薇饭庄，果然气派，能在这种地段开启这般规模的饭庄，看来景老板的身份远不止表面上这么简单。可惜这储物界存放不了活物，只能先这样将就了。哎，石兄弟，你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我这还没好好准备呢。请。景老板，这现在都已经到饭点了，为什么咱饭店一个客人都没有啊？哎，石兄弟，实不相瞒，我这采薇饭庄之前生意确实还可以，连续多年拿下了金字招牌。可是前些日子，我重金请来的那个张大厨，竟转头投靠了我那个死对头李家。他凭着从我采薇饭庄学来的秘方，转身给李家研制出了一个招牌菜，叫鱼跃龙门，害得我这饭店的生意啊，是一天不如一天啊！再这么下去，我这个饭庄怕是撑不下去了。哎，可惜了我这么多年的心血呀！老景啊，我今天是来拿你的金字招牌的。我今天是来拿你的金字招牌的。姓张的，你个白眼狼！亏我还那么相信你，将采薇饭庄的秘方交给你，哼，你却吃里扒外的投靠李家。景老板，人往高处走，人家李家呀，可是比你给的要多。跟着李家有前途，我当然要跟着人家李家了。至于你啊，还是乖乖回去卖水果去吧。老景啊，那金字招牌在你那儿的时间够久了，也该轮到我了。还有，我今天可是请来了美食协会的刘会长来作为见证。如果你做不出来比我家鱼跃龙门更好的菜的话，
那你的金字招牌可就要保不住喽。竟劳烦刘会长亲自一步，恐怕我这采薇饭庄在劫难逃了。既然我被请来作证，今天我就以美食协会的名义做担保，一定保证比赛的公正公平。景老板，如果你拿不出可以媲美鱼跃龙门的菜，那今天你这金字招牌就非李家主莫属了。师兄弟，实在抱歉，今天不能好好招待你了。老景啊，现在乖乖的把金字招牌给交出来，我还能放你吗？让你的采薇饭庄继续开下去，否则……班长，其实我今天来，就是来帮景老板出新菜的。其实我今天来，就是来帮景老板出新菜的。嗨，你这个土包子说什么大话？你可知道我们招牌菜鱼跃龙门可是堪比国菜水准，你拿什么和我比？难不成就靠这死鱼？还真是异想天开啊！稍懂行的人都知道，这做鱼啊，讲究的是现杀现烹才够鲜。你连这都不懂，也好意思跟我比？景老板，我看你啊，就是病急乱投医，这是特意给我们演戏逗乐我们吧？谁在逗乐？试过才知道，现在下定论未免太早了吧？师兄弟，你当真有把握？这张大厨可是拿过厨师大赛总冠军的呀！你确定真的和他比？景老板，与其今天把金字招牌让出去，不如放手让我试一试。好，我今天就随师兄你赌一把。既然两家已经应下，两家厨师就一步后厨吧。稍后我会亲自进行品鉴。不知道你小子哪来的胆量跟我比？可别一会儿输了躲在后厨哭鼻子呀！你，谁输谁赢，后厨见分晓。到。景老板，你不会真的以为那个乡巴佬他能赢得过张大厨吧？我看你真是痴心妄想。石小兄弟能不能赢，还轮不到你说了算。菜还没上，你急什么你？好，那我就在这儿等着看看你的好消息。菜已备好，那我就以美食协会会长之名宣布比试正式开始。不错，色香味俱全，火候与食材处理的都恰到好处。这道鱼跃龙门确实已经有国菜水准。景老板，看到没？今天这金字招牌我是拿定了。我的这道菜就是水煮鱼。这什么破烂玩意儿也好意思端上来？实在不行，不要耽误时间，直接认输吧。这根本不是给人吃的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这个土包子就是在虚张声势，没想到。住嘴！我是说，此物只应天上有，人间哪能尝几回？我老夫这辈子从没吃过这般鲜美的鱼肉，哪怕神仙尝了，也不过如此。我就没有想到，一份水煮鱼能如此的美味。你胡说！这土包子做的东西怎么可能比我们鱼跃龙门要好？刘会长，你是不是被他们收买了？李老板，你当我们美食协会的招牌是摆设吗？老夫品鉴了30年菜肴，还轮不到你来质疑。这鱼肉看似寻常，入口却鲜甜无比，荔枝和鱼肉搭配相得益彰，连鱼肉里的汁水锁的都恰到好处。别说张大厨，当年的御厨来了，也得赞一声绝。这鱼明明死的，怎么会有这股香味？张大厨，死鱼未必不鲜，活鱼未必不腥。您只懂得现杀现烹，却不知食材的本味藏在何处。今日一战，时少有的菜技压群雄，这金字招牌采薇饭庄，当之无愧。石小兄弟，大恩不言谢了。你靠着偷来的手艺被主求荣，从今日起，协会将你列入黑名单，永不录用。至于你用不正当手段挖人夺技，罚你们李家饭庄停业整顿3个月，好好反省。蒋老板，您说我这道水煮鱼能否做你的招牌菜？当然可以，好。蒋老板，您说我这道水煮鱼能否做你的招牌菜？当然可以，好。师兄弟，你今天可是帮了我大忙。你这鱼还有多少钱？你出个价，你有多少我就要多少。蒋老板，这鱼我打算卖100元1斤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兄弟啊，
你是不是还不知道你这鱼肉的价值？就凭刚才刘会长那些话，就你这鱼肉，最起码500块钱一斤。哦，就这，外面人还得疯抢呢。这样吧，我就按照500块钱一斤，先收你1000斤，怎么样？我到时候我派人去找你拿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那就先谢过蒋老板了。师兄弟，我这卡里有100万，多的就当是以后的定金。哥哥在这片说话还是有些分量的，兄弟，以后要有啥事儿，但说无妨，千万不要跟哥哥客气啊。多谢蒋老板，或许以后真有相求之时。那好，先走了。没想到这次出来收获这么多，一下子赚了几百万。回家后试一试提质散和强参汤的效果，要是可以的话，给爸妈还有小妹都配上一副。这强参汤真不愧是先人留下来的东西，我感觉自己随随便便能抬起上千斤，我感觉现在怕是一拳都能打死一头老虎。没想到这提质散效果竟然这么好，仿佛突然开了窍，一些小的事情都能清清楚楚的记得，感觉能一目十行。现在的我总算有了自保之力，感觉几十个人都近不了身。接下来就是该把后山包下来，好好发展仙桃产业。可是我们村实在是太穷了，不过当初上大学的时候，都是村里乡亲们帮了我不少忙，也该带他们富起来了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就咱们村老石家那个大学生被公司开除了，现在准备回家种地呢。老石家供个大学生有啥用？现在不还是回家种地，一点出息都没有。石锦可是咱们村唯一的大学生呢，上大学有啥用？到最后不还是回家种地？看来石锦也不咋地呀，还不如你儿子开的小卖部挣多呢。那是，我儿子1个月挣的快1万块钱了。再看石锦那个大学生，现在不是还是回家吃他爸妈的，喝他爸妈的。哎呀，大娘，请问村长在这儿吗？我找他有点事儿，想跟他商量商量。哎呀，小锦呀，村长不在村委会，你找村长有啥事儿呀？你是不是让村长在村委会给你找个活干呀？你上了几年大学，怎么现在还回家啃老呀？这样可不行啊！对，没有，我是想着跟村长商量商量，把后山这块地承包下来，改成种植园。什么？你要承包后山？那承包下来得20-30万吧？最近手里攒了点钱。那既然村长不在，我就先走了。什么？你要承包后山？那承包下来得20-30万吧？最近手里攒了点钱。那既然村长不在，我就先走了。这么厉害呢啊！我就说那孩子不一样，有本事吧？这么小的年纪，手里就几10万存款呢。小景啊，你不在城里好好工作，回这穷村子干什么？村长，我不打算回城里了，我想留下来帮家里做点事儿。好好的回村子干嘛？咱们村里人啊，巴不得出去呢。我这不是想着为家乡做点贡献呢。难得你有这份心，说吧，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是这样的，我想把后山那块地承包下来，做个种植园，这样子也能方便咱们村把东西卖出去。小景啊，后山那块地被租出去了。租出去了？租出去了？小景，你们几个孩子来村里创业，我应该支持。可是这王老板家大业大，咱们斗不过呀。这块地是王老板要租？对，他说要搞什么生态园，其实就是想霸占后山那块好山水。本来啊，我不想答应，可他放话说不签合同，以后村里想搞发展，他就要捣乱。呸！那王老板心黑得很，去年租我家的地，租金拖了半年才给。后山的泉水可是咱全村的水源地，让他拿去搞庄园，指不定要弄成啥样。没错，王老板可是出了名的黑心家，据说他手里有一个公司，叫什么黑社会，专门就是给他处理这些不听话的人。小姐，要不我看就换块地吧，王老板心狠手辣，指不定做出什么事呢。我这也是为了你好。村长，那个合同还没签啊？那要没签的话，这事儿或许还有的谈。老头，什么人？我今儿要签合同，手续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老头，什么人？我今儿要签合同，手续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这合同我也带过来了，你只要签个字，这事就算了。王老板，这后山是村里的地，该给谁承包，应该要看谁真心为村里好。我怎么就不为村里着想？我给村里建庄园，为村里带来税收，还能给村里人工作干。
你行吗？去年你雇我们摘桃子，说好一天发给80，结果只给50，还威胁我们说不要就挨打。这他妈哪来的东西？敢跟我顶嘴？别动！你挺狂啊，敢动我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小子，识相的就滚远点，不然就打断你的狗腿！打断我的腿，你试试！还有谁？一起上！你别乱来，我们可是王老板的人。王老板的人，王老板的人就可以欺负村民了吗？小子，你挡了我的路。我跟你讲啊，我县里可是有关系。你今儿打了我的人，明儿就得被抓起来。哎，别动啊！你拦得住今天，拦不住明天。你得罪了我，我就让这个村子好过不了。王老板，揭行霸市的，你不怕遭报应吗？报应，在这儿，我就是报应。你信不信？我叫个推土机给村口堵了，让你们进不来也出不去。哟，王老板这么大本事呢？哟，王老板这么大本事呢？唐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我家救命恩人，没想到王老板竟然在威胁他。哎，我呀，大小姐，我哪是威胁您的救命恩人，我们是来商量那个承包的呀。商量需要拿棍子吗？商量需要威胁拦路吗？王老板这么对待我们家的救命恩人，怕是压根没把我们唐氏放在眼里吧？大小姐，我没记错的话，王老板，你的黑蛇集团应该是在李家旗下吧？看来这2天还真该找李家聊一聊你们黑蛇集团的归属了。哎，唐小姐，我错了，知道错了，真的，现在就走。等等，后山的地我们唐家要跟村里合作生态农场，你以后就别来了。哎，不来了，再也不来了。都愣着干嘛？走啊！小姐，唐小姐，这次你们可帮村里面大忙啊！我合同和手续我都准备好了，你只要在这里签个字，后山的地就是你承包了。真的吗，村长？这太感谢了！哎，各位，我向大家保证，后山的种植园建立起来之后，咱们村凡是去帮忙的，工钱都比我2倍高。小景啊，有心了，叔打小就看着你长大，你办事儿，叔放心。就是我们从小就看着小锦长大的，这地包给小锦，我们大家就放心了。小锦呐，种植园建好了，我们都去给你帮忙啊！来，这个是合同款，你拿着。唐小姐，这块地能承包下来，真是多谢你了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他们不敢乱来。这块地你就随便用。啊，那别在外边站着了，前面就是我家。如果您不嫌弃的话，去我家吃顿便饭再走吧，我亲自下厨。好，哎，请。哎呦，真好看！老大，这是你女朋友吧？啊，哎呦，长得可真俊呀，跟画里走出来了一样。不是妈，你别误会，这就是朋友，正好今天赶上了，带他来家里吃顿饭。妈懂，我和你爸刚认识那阵也就朋友呢，这不没有2个月，我们都成一家子了，后来才有了你嘛。阿姨，其实石锦之前救过我一次，所以我这次来是特地来道谢的。哎呦，丫头，那你当时没受伤吧？哎，这么大的事，怎么也没跟家里提过呀？那你这次来是以身相许吧？不瞒你说，我们家小锦这孩子打小就实诚，心眼好，嫁给他准没错。哎呦，妈，你咋想的呀？真的就是普通朋友，你别瞎撮合。那个叔叔阿姨，我这次来带了一点小礼物，不值几个钱，请你们一定要收下。哎呦，多好的孩子呀，还带啥礼物？哦，对了，小锦，我跟你爸刚垫过肚子，我们出去溜溜弯消消食，你们慢慢吃啊，不着急收拾。不着急。走。你别往心里去啊，我妈平时她就这样，爱操心，瞎忙活。没事的，其实阿姨性格挺好的，热热闹闹的，不像我们家里一直都很安静，特别冷清。你尝尝我们家这个鱼吧，它这个特别好吃，就是你尝一口我们家鱼库的鱼。这是什么鱼？这么好吃，比我之前在饭店里吃过的都好吃。谢谢，这鱼好吃的话，走的时候给你拿几条。
还有我们家这个桃，你尝尝，就是都已经供不应求了，走的时候也给你拿点。这个该不会是仙桃吧？仙桃？你说的这个是仙桃吗？这个在外面的话都要卖到几百元一颗的，而且还有市无价。真是无奸不商啊！我卖100块钱一斤，给老井炒到100块一颗。啊，对了，我这次来是为了感谢你上次救我的事。这个，是我送给你的谢礼。这灵芝，好强的灵气！如果用仙桃好好栽培，说不定真的能长出仙药。我的功力要想更进一步，就需要这些仙药的冲击。真是瞌睡了有人送纸桃啊！唐小姐，那就太谢谢你了。没事，其实我这次来还有一点事想求你。你有什么事儿就尽管直说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我想问你，愿不愿意当我的男朋友？你真的要以身相许啊？啊，不是的，那个我过几天就是我爷爷的大寿了，我爷爷他身体一直不好，他最挂念的就是我，所以我想你能不能在他大寿的时候假扮我的男朋友，就那一天。你让我假扮你的男朋友？可我就是一个村里人，您是千金大小姐，这门不当户不对的，被你爷爷发现的话，会不会？没事的，我爷爷不是一个世俗的人，他呢之前也很穷，后来跟我奶奶私奔，白手起家，创下了唐家的基业，所以他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纨绔子弟了。露馅怎么办？你们家亲戚那么多，万一七大姑八大姨的上来问一句，一时半会儿我答不上来，那总不能现挂吧？不用现编的，你就做你自己就好。我爷爷最讨厌那种油嘴滑舌的人，他经常说人活这一辈子呢，最重要的就是真性情。你就大大方方的，他问什么你就照实说什么。而且你是村里人，懂农活，会看山，他知道这些的时候，说不定会很感兴趣呢。行，那我答应你，咱们要不要提前走走戏啊？万一演的时候穿帮，不就坏了吗？啊？不是吧？这来的也太不是时候了。算了，还是先去后山看看，有没有什么能用得上的宝物。那什么，唐小姐，你慢慢吃啊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先处理一下。谢谢你的灵芝。仙长，我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？回仙长，本来那老村长要签字的，可突然冒出来个愣头青，横插一杠。这么说，你是不是没办成？仙长饶命！仙长饶命！本来那小子不算什么，后来唐家人突然冒出来，还指着我鼻子骂我，说我再踏进那村一步就把我腿打断。唐家真斗不过呀。唐家，他们也知道仙云的事。哼，敢动我的仙云，哪怕是唐家，也要有粉身碎骨的觉悟。等着吧，用不了多久，我让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绝望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刚收的清代瓷器，快来看一看啊！瞧一瞧，看一看呐，祖传玉佩，绝对保真。虽然过几天要去凌婉家里，去之前还是要准备一个拿得出手的礼物。正好今天去古玩市场试一试我昨天在后山得到的天眼神通。我告诉你，这青玉瓷是我家祖传的宝物，唐代的孤品，你就这样给我摔了？给我赔钱！是你自己摔的，现在怎么怪到我身上了？哼，我自己摔的。大家评评理啊！这瓷器我明明递给他了，他自己假装没拿稳，掉地上了。现在反过来讹我，我看是他故意在这设头坑人的。你说假的就是假的，要不然我跟你赌一把，如果这是真的，你出双倍的价钱买下怎么样？真东西你会使得摔？我跟你赌。等一下，这块玉瓷是真的。小伙子，你没有看错吧？这要是真的，他可能会摔倒吧？没错，这确实是唐代的瓷器。听见没有？这位小兄弟都说这是真的了，还不赶紧赔钱？看来这王胖子今天又要大赚一笔。可不是嘛，这老头一看就有钱，估计干完这票又要大挣一笔。这小伙子老惨了，上来就坏了王胖子的局，要不然王胖子今天能挣得更多。好吧，你说多少钱？我要这个数。
好，20万，我转给你。20万？你搁这打发叫花子呢？老子要的是2000万。我去，2000万？你怎么不去抢啊你？我说2000万就2000万，你要是掏不出这钱，今天你就别想走出这条街。哎，要我说啊，他值这个数。哦，这兄弟说的对，我都记错了，5000万，对。不，我说的是50块。假的。你搁这玩我的？哎，这确实是唐代的青玉瓷不假，但它胎底有3尺宽的冲缝，应该是早年用糯米浆和混石膏补过的。再加上这几块碎瓷年代都不一样，我说值50块，是因为它只能当个摆设。你胡说！我告诉你，绝对胡说！哦，我胡说？那要不要我拿瓶白醋来，石膏一遇酸就会冒泡，一验就知道了。你故意打碎它，而是因为这冲缝最近裂了，再放几天自己就会散架。与其砸在自己手里，倒不如演一场戏，俄比快钱。哎，这真有补过的痕迹，这衔接处颜色也不对呀。我告诉你，你少血口喷人！我这是……你看那手指头，还沾着点石膏粉，怕是刚才补缝的时候蹭到的吧？小伙子，谢谢你，太感谢你了，谢谢。小子，我记住你了，以后别再让我见到你。小伙子，谢谢你，不是我多嘴啊，这王胖子在这条街活了快10年了，那阴招可多着呢，你可要小心点。如果要有什么麻烦，就和你来这里来找我就行了。这是我的名片。您客气了，老先生。像这种混日子的人啊，软肋多着，只要他敢找上门，我自有办法让他长长教训。没看出来，小伙子，你挺硬气啊。是我老糊涂了，倒替你操起了闲心呢。小伙子，天色也不早了，不如到我家吃个便饭，也让我好好感谢感谢你。您太客气了，我得赶紧转转，在别人收摊之前碰碰运气呢。小伙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在哪里啊？改天呢，我让老太婆给你炖只老母鸡，你得过来尝尝啊。名字就是个代号，犯不着记。后会有期。婉婉这丫头到现在还没有男朋友呢。这小伙子眼神亮，性子直，看他刚才变瓷的眼力劲儿，八成是个手艺人。只是连名字都没问出来，这回头咋跟婉婉说呢？哎呀！逛遍了整个古玩市场都没有找到满意的，看来大家都不是傻子，真正有价值的都被高手选走了，压根儿轮不到我。天色也不早了，实在不行只能先回去了，以后有机会再来看看吧。你这个奸商，你给我退钱！之前你口口声声说这幅画是王羲之的真迹，可是我拿到的鉴定结果，他跟我说这是赝品。王瘸子，话可不能乱说呀！我当初也只是说看着像是真品，又没有说它就是真的。再说你请我睁眼，为的不就是个捡漏吗？王瘸子，话可不能乱说呀！我当初也只是说看着像是真品，又没有说它就是真的。再说你请我睁眼，为的不就是个捡漏吗？这行当本来就有风险，钱货两清。你能赖得了谁啊？你跟那个胖子在那后巷交易，那红票子都露出来了，你俩合伙骗我，我都看见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那可是我辛辛苦苦打工赚的钱呢。我告诉你，王瘸子，口说无凭，别坏了我长眼里的名声。这就算是仿品，这表工也值个几百块钱了吧？够你吃1个月的馒头了。我跟你拼了！我跟你拼了！死瘸子，还敢动手？信不信我把你另一条腿也给弄瘸了？这辈子让你在地上爬！那15万可是我闺女的治病钱啊！我退去了，我可以忍，我不能让她瘸一辈子啊！今天钱要不回来，我就死在这儿！王瘸子，你威胁谁呢？你死不死关我屁事啊！要死远点啊！别耽误我做生意。
你的画我要了。小兄弟，这幅画是赝品啊，买回去吃亏啊！是真是假，现在还未定论。那这里有15万，你要觉得行，把画给我，钱你拿走。小兄弟，这可不行，这是一堆废纸，哪能让你花这冤枉钱呢？哎呦喂，还真有傻子赶着送钱呀！啊，我觉得你也傻，他也傻。哎，赶紧把破画给人家呀，别耽误人家当冤大头。小兄弟，这钱我就收下了，现在这画是你的了。这破画顶多就值个几百块钱，还真有傻子愿意花15万去买这幅破画呀！这破画顶多就值个几百块钱，还真有傻子愿意花15万去买这幅破画呀！啊，这仿品下面的可是唐伯虎的《秋山行旅图》真迹，市值几千万。你胡说，这不可能！我胡说？你长眼长了这么多年，这真迹的包浆和墨韵，还用我教你看吗？唐伯虎的真迹啊，这画里还藏着画，果然是好人有好报啊！我居然将一幅价值千万的画卖了出去，还只卖了15万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恶人有恶报啊！李老板，你卖我画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有今天？我的腿！别动！怎么样？不疼了？好了，我腿好了。神医，你是神医？小把戏而已。你敢让我偷亲？我告诉你，你给我等着！神医，求求你，救救我女儿！她跟我一样腿疾，求求你，救救她！哎，行，我给你磕头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也算是还了你这份机缘了。你先起来吧，好吗？多谢神医。走。宝宝，这就是爸爸给你求来的神仙哥哥，就是他治好了爸爸的病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呀。接下来就交给哥哥吧。病碎还未渗入骨髓，按照百草经上的推拿术，施以灵力，就能逼出病碎了。来，站起来试试吧。爸，我能走了。谢谢神医，谢谢神医。快起来！这是我家传家宝，不值什么钱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您就收下吧。这玉佩上竟然有仙界的气息，要是说仙界的通道不止一条，还是说之前的仙道被谁打开过？看来这个世界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。在没有足够的实力前，我还是要低调行事。那这块玉我就收下了，孩子好好休息几天，用不了多久就和正常人一样了。宝宝，快谢谢神仙哥哥！谢谢神仙哥哥。别客气啊，好好养病。那我就先走了。爸爸，刚才神仙哥哥在我手里放了一个这个。谢谢神仙，谢谢神仙啊！看来连续施法对我来说还是太勉强了。这难道就是仙法上记载的功德之力吗？竟然让我有一种突破的迹象。这次倒是谢谢你了。竟然让我有一种突破的迹象。这次倒是谢谢你们了。没想到这玉佩里竟然有一个防御阵法，抵挡一次致命攻击，这次算是捡到宝了。我治好王瘸子的腿获得的功德，竟然让我摸到了突破的门槛。这功德之力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，看来以后要多多积累功德之力了。终于又来了，不知道这次
会获得什么好处？灵石，居然是灵石！这就是百草经里所记载的运灵丹吧？虽然这些神仙看不上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有了这些丹药，我就能再次突破，迈入筑基期了。我终于到了筑基期了，这次传送的东西里面还有仙药和一些碎灵石，足以够我修炼。爷爷，我听说你这次去古玩市场差点被人给欺负了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婉婉，你放心，爷爷没事，就是有一个小伙子帮爷爷解了围，可惜也没找他留下个联系方式，要不然我觉得你们两个倒是可以了解了解。爷爷，我其实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我还跟他说好了，等明天你大寿的时候，我就带他来见你。是什么样的人能配得上我家婉婉呢？明天我倒要好好瞧瞧。他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但他跟那些纨绔子弟是不一样的，而且他上次还救了我一命呢。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个石姐吗？爷爷，等他明天来的时候，你可不要因为他是一个普通人而欺负他。我跟他提过你，他现在对你可崇拜了。你这丫头，放心吧，爷爷支持你。只是可惜了那个小伙子，爷爷觉得他和你倒是挺般配的。只是可惜了那个小伙子，爷爷觉得他和你倒是挺般配的。没想到我精挑细选的衣服居然和服务员撞衫了。没事的，你可是我唐凌婉的男朋友，穿什么都一样啊。你先在这随便逛逛，我去找些爷爷。喂，你个服务员，懂不懂规矩？这，给我倒杯拉菲。你在跟我说话吗？这儿还有其他人吗？要不然我一句话让你滚蛋。我想你是搞错了，我可不是什么服务员，桌上就有酒水，你想喝什么自己倒吧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居然敢教训我？我吗？我是唐凌婉的男朋友。我吗？我是唐凌婉的男朋友。乡巴佬，你居然敢称自己是唐凌婉的男朋友？哎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呀！就是，这服务员怕不是疯了吧？就他还想当唐小姐男朋友，真是笑死我了。就是，谁不知道李少追了唐小姐3年？再说李家家大业大，跟唐家本就门当户对，连唐家长辈都有意撮合他们呢。听到了没？唐凌婉早晚是我的人，你呀就少做白日梦了，好好当你的服务员。我的的确确是唐凌婉的男朋友，你们要是不信，大可以问问他。包括今天晚上的宴会，也是他邀请我来的。住口！我家凌婉要是找了男朋友，我这个当妈的能不知道吗？我和李少都已经说好了，就趁今天的宴会宣布他和凌婉订婚的事。听到了没？凌婉早晚都是我的人，你呀赶紧滚蛋吧！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我看你们谁敢把他赶出去！石锦是我男朋友，我看你们谁敢动他！难不成这服务员真是唐小姐男朋友？看来李少今天吃瘪了呀！凌婉，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，这个乡巴佬……你闭嘴！他是我选的人，轮不到你来多嘴。妈，你说的订婚的事情，我从来就没有答应过。婚姻是我自己的事情，咱们唐家应该还没有沦落到需要靠联姻来换取利益的地步。你这孩子疯了！李家是什么人家？他是什么身份？身份不身份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凌婉愿意跟我在一起，我也一定对凌婉好。你拿什么对她好？唐凌婉，我告诉你，唐家养你这么多年，不是让你在这里儿女情长的。住口！我唐家走到现在，可不是靠卖女儿走到现在。我唐家走到现在，可不是靠卖女儿走到现在。您是凌婉的爷爷，小伙子，又见面了。上次真是谢谢你。志峰，我将唐家做到现在，就是为了让你们有更多的选择。你要是觉得那个什么李家不错，不如你去嫁好了。婉婉她喜欢谁，那是她的自由，谁都不能替她做主。爸，我们也是为了小婉好。我说的话你是没听见吗？还是说我老头子说的话，你们现在已经都不放在心上了？不敢，我们听爸的。爷爷，不要怕，有爷爷在，爷爷替你撑腰。你是叫石锦是吧？啊，是。没想到你和我倒是有缘呢。之前一直听凌婉提起过您，没想到我们很早就见过面。你这小子，要是敢对婉婉不好，我有你的好果子吃。爷爷，您就别逗他了。既然大家都已经到了，那我就宣布宴会正式开始吧。好。爷爷，您就别逗他了。既然大家都已经到了，那我就宣布宴会正式开始吧。好。
唐老，祝您身体健康。这是我专门从海外淘来的百年野山参，不成敬意。谢谢唐老。晚辈听说您特别酷爱字画，来看这幅《秋山行旅图》，是我花了特别大的功夫弄过来的。据说呀，是宋代的名人真迹，今天呀特意献给唐老。有心了，有心。天哪，这真是《秋山行旅图》，我在博物馆都没见过如此完整的。李少出手就是大方，这得值多少钱？钱呀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心意。我花这区300万，能让唐老开心，是我莫大的荣幸。就是不知道今天，既然是唐老的寿宴，唐小姐的男朋友准备了什么样的大礼？哎，该不会是什么土特产吧？这幅画是假的。这幅画是假的。小伙子，你懂不懂啊？这可是李少花大价钱弄来的，你说假就假。我看这小子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，故意诬陷李少这画是假的吧？师姐，饭是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你凭什么说我的礼物是假的？就凭我也有一幅秋山行旅图。什么？他也有？这怎么可能？这秋山行旅图难道成大白菜了都？你也有？哎，我倒要看看你手里面那幅秋山行旅图到底是什么。这个呀，可是我花了大几百万才收过来的，我这还有权威的鉴定证书呢。就是，李少家大业大什么没见过？我看你就是哗众取宠来的吧？我的画倒是不贵，15万，从一个路人手里买来的。15万，还想和几百万的真迹相比？年轻人，不要不懂装懂。石锦真是丢人现眼，15万的画也敢拿出来。小石这儿也有一幅，那不如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吧。小石这儿也有一幅，那不如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吧。哇，这个是真的。我这看起来啊，连赝品都算不上。你这呀，顶多算是个仿制品中的仿制品。既然唐老这么喜爱古玩，想必今天在场各位应该有不少鉴定方面的专家吧？烦请上来一验真假。老何呀，你是鉴宝协会的会长，不如你来帮忙看一看，看看这2幅画是真是假。既然唐老也开口了，我就上去为大家看一看。是真的，这个才是真迹啊！早年间我在故宫见过同款拓本，那个云谷提拔绝不会错，而且这纸质是宋朝特有的楚皮纸，绝不是现代工艺能仿的。你胡说！我这个是有鉴定证书的。鉴定证书？现在1张值多少钱？你自己不知道吗？顶多就值几千块。今天这事儿，我李少罗记下了。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，起开！小石啊，没想到你今天倒是给了我一份重礼啊！我听婉婉这丫头说，你之前还救过她一次。那这样说来，我唐家倒是欠了你一个天大的人情啊！唐老，您太客气了。其实换做当时那种情况，是谁都会出手帮助的，谈不上欠什么人情。才不是呢，爷爷。当时多亏了石锦用那百年血参救了我，不然您现在可就看不到我了。好小子，不仅有眼光，还有担当。婉婉跟着你，我放心。对了，李少罗那个人心狠手辣，当时的黑蛇集团就是他旗下的企业，现在他又出了这么大的丑，我担心他会对你不利。小石，你的事就是唐家的事，需要什么你尽管开口。唐老，您太客气了，对付他们我还是有把握的。哦，李家小子，到我这里来做什么？哎，回县长，我给你啊准备了新鲜的童男童女。不是献殷勤，说吧，想让老夫帮你除掉哪个眼中钉？还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县长。我是想请县长帮我解决一个叫石锦的人。事成以后，我一定给县长献上新鲜的人粮。说吧，想让老夫帮你除掉哪个眼中钉？还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县长。我是想请县长帮我解决一个叫石锦的人。事成以后，我一定给县长献上新鲜的人粮。正好，我也试试我这对新练的黑白双煞，放出去，让他们尝尝血肉的滋味。这个是给叔叔阿姨的，上次来的太匆忙，都没有来得及准备什么礼物。好，我一定跟我爸妈说。哎呀，婉婉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这小锦这孩子也不跟我们说一声，既然来了就在家里吃饭。我让你叔叔去抓2条鱼啊。对了，阿姨，那个阿姨，我就先不在这吃了。我这次来是顺路送石锦回来的，现在人送回来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那行，那你路上慢点。哎呀，慢什么呀？小婉，你等我一下，阿姨去拿来阿姨做的桃汁儿，让你尝尝啊。小婉，快尝尝阿姨做的怎么样？阿姨，我怎么觉得这是酒啊？那个阿姨，
我就先不在这吃了。我这次来是顺路送石锦回来的，现在人送回来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那行，那你路上慢点。哎呀，慢什么呀？小婉，你等我一下，阿姨去拿来阿姨做的桃汁儿，让你尝尝啊。哎，小婉，快尝尝阿姨做的怎么样？阿姨，我怎么觉得这是酒啊？哎呀，老头子，你是不是把酒放错地方了？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。小婉，你就不要着急走了，我让你叔叔去抓2条大鱼，今天就在家里吃。好，走。看来我妈是真的挺喜欢你的，那要不你就留下来吃顿饭吧。好，正好我有点事想跟你商量。坐。婉婉，快尝尝这鱼，你叔叔刚捞的这个草鱼啊，新鲜着呢。这鱼啊，就要现杀现煮才嫩。就像有些人呐，遇到了对的人就要抓紧，不然过了这村就没了这店儿了。婉婉，快尝尝这鱼，你叔叔刚捞的这个草鱼啊，新鲜着呢。这鱼啊，就要现杀现煮才嫩。就像有些人呐，遇到了对的人就要抓紧，不然过了这村就没了这店儿了。阿姨，这个鱼真的很好吃，你做的比饭店里的还香呢。喜欢吃就多吃点。石锦这孩子呀，打小就实诚，冬天帮邻居挑水，这工作了呀还惦记村里的事儿，就是嘴笨，不会说好听的。小锦，快给婉婉倒水啊！你这傻坐着干啥呢？刚看你吃的挺香的，倒是给忘了。婉婉，你看，不光人好，还实诚。婉婉，你家是做什么的？我们家里面做点小生意。家里就我一个。哎呀，那可太好了！我们家也就石锦这一个儿子，你们俩在一块儿啊，那就跟画里出来的一样，我瞅着就舒心。那个阿姨，你过奖了。妈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别吓着他了。我这说的大实话。婉婉，小锦要是欺负你了，你就跟阿姨说，阿姨替你收拾他。那个阿姨，你过奖了。妈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别吓着他了。我这说的大实话。婉婉，小锦要是欺负你了，你就跟阿姨说，阿姨替你收拾他。不会的，阿姨，石锦他人挺好的。那就好。这邻居啊，这张叔张婶说找咱俩有点事儿。哦，对，我忘了这茬了，我们要过去了，你好好吃。不是妈，我刚遇见张婶，她没说要找你。哎呦，那会儿张婶跟我说的，你不在，你们好好吃，把她招呼好了。你又没把她招呼好，回来我可饶不了你啊！走。不是，我爸妈他们就这样，你别介意啊。哦，对了，你刚说找我有事商量，什么事啊？是这样的，你前段时间不是说要在后山建一个种植园吗？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挺不错的，我想着我们要不要合作？你来提供东西，然后我负责外销，这样你觉得行吗？你现在是要帮我卖桃？对，而且唐家会出资给村里面修路、建蓄水池和冷库，这样的话既方便你们卖桃，又可以方便村民们运输农作物还有出行。至于价格的话，你放心，我代表唐家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。这对乡亲们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儿，我先替乡亲们谢谢你啊。对，还有那个爷爷还经常跟我念叨你，爷爷现在还以为我们在处对象呢，所以自从上次你从我们家回去了之后，他就一直跟我念叨着，问我什么时候再带你回家吃饭。我心里想着，反正假装一天也是装，要不再多装一段时间。多装多久啊？1段时间就好，让我爷爷有一个心理准备。而且后续村里面修路，还有建水库和冷库这些，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对接，我们多接触一下，也方便后续的工作。你觉得呢？你现在是我老板，我当然听你的呀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好。那天色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你喝酒还能开车吗？我带了司机，司机能开车。那我送你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路上小心。拜拜。拜拜。来了，看来又有新的宝贝了。这块玉佩虽然只有解毒明心的功效，总比什么都没有强。刚和林婉说完仙桃的事儿，就多了这么多仙土，看来
可以把后山整个好好改造一下了。刚和林婉说完仙桃的事儿，就多了这么多仙土，看来可以把后山整个好好改造一下了。天杀的，这任务竟然交给我！这两个东西万一不听话该怎么办？这法宝能好使吗？我现在想跑，仙长也不一定能放过我呀。这可是仙长交给我的任务，你们可千万别怪我。要怪，就怪石锦那小子得罪了李少。去吧，让他们知道你们的厉害。没想到这里竟有丝丝仙气，而且看这些桃树，应该都是人为种植，难不成是哪位大佬的隐居之地？看来这世上不止我林家一个修仙家族，还有一些散修的实力，仍然不可小瞧。好强大的煞气，竟然有邪修在这里害人！好强大的煞气，竟然有邪修在这里害人！真是个废物，刚见面就被吓晕了。我还没问石锦那傻小子住哪儿啊！哎，老头，可千万别怪我。当初你要是乖乖把后山给我，哪有这么多事儿？害得我被李少指着鼻子骂，这账全得算你头上。今天啊，就让你当他们两个的口粮了。上！住手！谁？大胆邪物，竟敢猎尸残害无辜百姓！今日我定要将你就地正法！哪来的黄毛丫头，敢多管闲事？上！给我撕了这小丫头片子！大胆邪物，胆敢在我面前放肆！这丫头难道也是仙人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还是先走吧。你个邪修，别跑！没想到这尸魁身上竟然有尸毒，既然是尸魁，离了控制之人，只要击掉符咒，就无法动弹。受死吧！邪符在此，只剩你了。糟了，尸毒发作。还好只是吓晕了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村里面的高人。这是谁？这难道就是《百草经》说的尸毒？书上说，尸毒入体，先侵肌肤，后食筋骨，最后攻心，真够霸道啊！这剑居然有和仙界一样的气息，只不过淡了太多。难道这姑娘也是修仙之人？你怎么亮了？哦，我倒忘了，你也是仙界的东西，解毒宁心，难道也能解这尸毒？姑娘，算你运气好，寻常人中了这尸毒，怕是撑不过半天，可你偏偏遇见了我。仙界出品，必属精品，这玉佩真是个好东西。居然将他身上的尸毒全都清除干净了。不是姑娘，有话好说，别冲动。你是谁？这是何处？不是，这话应该我来问你吧？你晕倒在我家门口，我好心好意把你救起来，要不然的话，你尸毒攻心，神仙都难救了。你现在还要逆将仇报呢。方才多有冒犯，还请公子恕罪。小女子林小雪。多谢公子救命之恩。哎呦，别客气，毕竟发生在我这儿，我肯定不会见死不救的。但是你倒是说说，你为什么会中尸毒啊？我是偷偷从家族下山历练的，
昨晚路过你们村子，无意中看你们村子有2具尸魁，我便将其击杀，但是我也无意中了尸毒，还好公子救下。不，怎么会有那种东西呢？对了，我昨天动手前听到他们好像说要找一个人，叫石锦。我不，居然是冲着我来的啊！那我倒是得感谢你，替我解决了一个麻烦。没想到前辈竟然那么轻易的化解尸毒，想必前辈一定是修仙之人。敢问前辈是3大家族里的哪个家族？修仙还有家族啊？前辈不知道吗？难道说前辈是散修？没想到我居然见到了活着的散修。练散修的都死了？当然了，我家前辈说，现在凡间修炼的散修基本已经断绝。前辈是我第一个知道的活着的散修，想必前辈一定是机缘深厚之人。不过一定要小心皇家，皇家行事一向心狠手辣，要是让他们知道你有修仙的东西，想必他们会想方设法的逼问你。前辈放心，我林小雪不是什么恩将仇报之人。前辈既然救我一命，那我一定会替前辈守口如瓶的。那看来皇家是第2个修仙家族。没错，修仙3大家族实力不相上下，除了我林家和皇家，还有玉家。没错，修仙3大家族实力不相上下，除了我林家和皇家，还有玉家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玉家也知道了后山仙园的存在？3大家族流传至今，一定各有各的手段。既然我林家和皇家都已经知晓，想必玉家也已经知道仙园的事情了。看来石城村怕是要不太平了。你说这村长前几天还好好的，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？你这老大，你这干什么呢？你还对得起婉婉吗？不是的，阿姨，是我昨晚晕倒在你家门口，是这位好心人把我救回来的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看我这儿。妈，你刚说村长他怎么了？我跟你爸刚从鱼塘回来，看见乡亲们都在村长家门口。这一听说才知道村长快不行了。这一听说才知道村长快不行了。不对啊，我昨天昏迷前特地查看了村长的情况，他分明只是晕了，按道理说应该没有生命危险。这里面有古怪。我知道了，妈，我去村长家一趟，说不定我有办法救他。老大，你这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真的有办法救村长？村长是个大好人，你要是有办法治他，你可多上心啊。行，放心吧，妈，你们在家等我消息。醒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村长身体有些不对，所以来看看。从早上起床，发现爷爷躺在门口一动不动。等我叫乡亲们把爷爷抬到屋里时，没一会儿就这样了。是上，是皇家的手段。看来昨天的尸魁跟皇家脱不了干系。大壮，你放心，我能救你。你先出去待会儿，等我好消息。真的吗，景哥？我现在就出去，你可一定要治好我爷爷。照你这样说，皇家看来是要对后山仙园动手。皇家行事一向心狠手辣，在修仙者中名声一向不好。这个老人应该只是开始，我怕他对整个村子不利。有我在，我不会让村子受到伤害。没想到前辈你竟然有了功德之力。前辈放心，这次我一定陪你守护好村子。村长，小景啊，是你救了我吗？村长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村长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现在倒是没什么事了。小景啊，你说咱们村子会不会出什么事啊？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村子一定不会受到伤害。你是说你连他的面都没有见到，黑白双煞就已经没了？先生，这回真不怪我，我也没想到能遇到那个女仙长。你是不知道，她那个剑耍的虎虎生风，这黑白双煞根本就不是对手。不过我最后把你的仙毒喂给老头了，也算给他们一个教训。蠢货，你这不是明摆着告诉别人家这是我做的吗？看来林家也已经到了，仙缘马上要现世，现在这个时候不能有任何差池。
只能先放这小子一马了。算算日子，玉家丫头也该到了。不过有大人给我的东西，区区玉家和林家不足为惧。这仙缘我拿定了。小玉啊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都长这么大了。当初要不是你师父救了我家老婆子一命，哪有我现在的唐家呀？我都不知道拿什么来还你们师父的恩情啊！唐爷爷，救死扶伤本就是我们玉家的家规，您不要太客气了。你这次来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师父算出来这里会有仙缘诞生，特地我这次来也算是争一争仙缘了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看您和婉姐姐啦。你这丫头越来越会说话了。小玉，这次来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，千万不要客气。等林婉回来了，我让她带你到周边好好的转一转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都快在玉家憋得翻没了。小玉，你怎么来了？婉姐姐，好久不见呀。小玉啊，这几天在唐家，你就放宽心的去住。小玉啊，这几天在唐家，你就放宽心的去住，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就行。我这就去跟管家交代一下，让后厨多添几道你爱吃的菜。我先过去了。婉姐姐，唐爷爷可告诉我了，你是不是处对象没告诉我？快说。他叫石锦，不过我们两个真没到那地步。哟，婉姐姐还给我藏着掖着呢，唐爷爷可告诉我了，你都带他去寿宴了，还说没到那一步呢。哎，小玉，你别取笑我了。好，我不笑话你了，但是我还真挺好奇他长什么样，能被婉姐姐看中的人是什么神仙人物啊？对了，你这次怎么突然来得这么急？你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，我好歹先让人把最舒服的那间屋子给你收拾出来啊！还不是师傅突然通知，说石城会有仙缘现世，非让我来凑什么热闹。对了，婉姐姐，你知道石城村吗？师傅说仙缘就在村里的一座山上。石城村？石锦是住在石城村的？什么？姐夫就是石城村的人？那这仙缘会不会和他有什么关系？什么？姐夫就是石城村的人？那这仙缘会不会和他有什么关系？什么姐夫？别乱讲，他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不过他的医术倒是挺高超的。他医术能有多高超啊？我们玉家世代主修医术，都要看看他有几斤几两。婉姐姐，要不要我们现在去石城村看看？好啊，等你一会儿吃过饭之后，我带你去见他。好呀。这玉佩里的仙气，每用一次，他就稀薄一分，真不知道能不能撑到村子熬过这场危机。这次掉下来的仙界宝物，居然是蟠桃。虽然只有半个，也烂了，但这分量足够我现在脱胎换骨了。这解毒丹倒也合用，只需1粒就能解皇家的煞气，这样一来，足够解整个村子的毒了。不愧是蟠桃，才半个，就让我比之前强近10倍。现在的身体简直强得可怕呀！姐妹，现在该带我去后山了吧？你这个姑娘，没有礼貌，都不知道敲门吗？哎呀，这不是太激动了吗？你看，我这都准备好了，咱们什么时候去啊？也罢，这就带你去瞧瞧。我正好也去瞧瞧所谓的仙缘究竟是什么。奇怪，怎么才过了这么长时间，我竟然感知不到前辈身上的气息了？难道说前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境界就达到了返璞归真？这可是连老祖都摸不到的境界。肯定是我看错了。前辈，等等我！前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境界就达到了返璞归真，这可是连老祖都摸不到的境界。肯定是我看错了。前辈，等等我！婉姐，你快看那座山，好浓厚的仙气，应该就是师傅说的有机缘的地方。这里是石锦家的种植园，我倒没听说有什么特别的。修仙界的宝贝哪能摆在外头让人看，定藏得深，说不定我这个姐夫是一个隐世不出的修仙天才呢。胡说什么呢？他就是个普通人，性子稳重，待人也好。普通人啊？婉婉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这位是？你就是石锦啊？这是我表妹玉灵溪，我来村里办点事，我带她过来歇歇脚。
前辈，我来了。这是我表妹玉灵溪，我来村里办点事，我带她过来歇歇脚。前辈，我来了。玉灵溪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仙缘本就有缘者得见，我为何来不了？倒是你，大清早从姐夫家里出来，不会为了仙缘自己？你少胡说！我是前几天被皇家的人暗算，受了伤，被前辈救下，所以才在此住下。皇家的人也来了，看来这仙缘比想象中的更烫手。师姐，我这次来是想问问你，你能不能带灵溪去后山看看？可以啊，既然大家都是为了仙缘而来，那就别伤了和气，我带你们去看看吧。太好了，那我们也去看看。既然姐夫都这么说了，那我看在婉婉姐的面子上，勉强去瞧一瞧吧。要不是前辈在这儿，我定有你好看。要不是前辈在这儿，我定有你好看。这痕迹是新的，再有人刚往这边走。是皇家的印记，他们用特制的药粉做的记号。皇家人的动作倒是快，看来他们早就盯上后山了。那我们要不要绕开些？嗨，有我们几个人在，还怕那几个跳梁小丑不成？他说的没错，躲是躲不过，怕的就是他们耍阴招。走吧，我们先去看看他们到底要做什么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有事的。小心一闭，前面有人，走。我交代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回县长，您交代的事情呢，我已经吩咐下去了，将噬魂散放到了村子里的水源处，不出7天，整个村子呀都会成咱们的养分。好，仙缘这几天就会出现。你要是办好了这件事，我就给你一个机会，让你和我一起为那位大人做事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做好了这件事，得到了那位大人的赏识，就算是成仙也指日可待。多谢大人，大人的大恩大德，我永世难忘。到时候你放心，那个石井我会亲自交给你处理。多谢大人。这两个混账，他们要献祭整个村子来完成他们的一己私欲，我就杀了这个混蛋！你不能杀他！你拦我做什么？亏我之前还以为玉家悬壶救世值得尊敬，没想到你玉灵溪竟然如此贪生怕死！喂，你个蠢女人！修真3大家族3足鼎立，我们先祖早就立下规矩，3大家族之间不能随意动战。你要是敢杀那个黄盖天，到时候皇家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你可知道会死多少人？到时候人间会大乱。难道就这样放任他去残害一个无辜的人吗？我跟师父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对皇家我比你更了解他们的手段。现在还不是时机，我们还不能动手。你们放心，噬魂散我有办法解决。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找到他们所说的那个人到底是谁，否则只会提前打草惊蛇。噬魂散是皇家独门毒术，我们玉家研究这么多年都没有成效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我可告诉你，现在可不是逞英雄的时候，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。现在村子里全是我的亲人，我绝不会害他们。我说了有办法，就有十足的把握。现在可不是逞英雄的时候，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。现在村子里全是我的亲人，我绝不会害他们。我说了有办法，就有十足的把握。皇家的噬魂散连筑基境都无法抵抗，更何况你一个普通的人。不行，这件事我要告诉我师父，他一定有办法。现在毒已经下了，你师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，时间已经来不及了。我说了，噬魂散我有办法解决。前辈可是一个能解尸族的人，区区一个噬魂散，我相信前辈。小月，我也相信石姐，他不会拿这么重要的事情开玩笑的。既然他都这么说了，那就证明他一定有十足的把握。你们几个人都欺负我，行吧，那我就信他一次。那祝我们旗开得胜。旗开得胜。这噬魂散再强，也不过是人间的东西，而这解毒丹可是仙丹，这一粒丹药下去，我就不信皇家还能再有什么办法。这噬魂散再强，也不过是人间的东西，而这解毒丹可是仙丹，这一粒丹药下去，我就不信皇家还能再有什么办法。这次算是解决了噬魂散的问题，而且这药效这么强劲，往后居民再喝这井的水也有强身健体的功效。再拿一粒解毒丹给玉灵溪那个丫头，玉家行医这么多年，要是能根据解毒丹研制出类似的功效，皇家就不再畏惧了。我的空投又来了，这次不知道会给我些什么。
居然是降妖符？难道这仙界好像冥冥中向我预示着些什么？人间又有妖物出现了。这阵盘居然能知道方圆10里的动静，还能做出些防范，这下太好了，我出门也不用担心被偷家了。怎么样，是不是知道摄魂伞的厉害了？要是你求求我说2句好听的。怎么样，是不是知道摄魂伞的厉害了？要是你求求我说2句好听的，我就让我师傅过来救你。我可告诉你啊，我师傅可是1届国手，他老人家要是出来，摄魂伞已经解决了，你放心吧。哎，其实没成功也没什么事。哎，是吗？你已经成功了？就是这个，你们玉家号称是1仙世家，有了这枚解毒丹，你们好好研究研究，研制出个平替版。这丹药好浓厚的仙气，怕是已经成了仙丹的程度。不过有了成品，做一个平替版应该不成问题。师姐，不，姐夫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前辈，我已经和婉婉姐说好了，这几天去婉婉姐家住，等到仙缘到来的时候我再回来。我这明明刚出去一小会儿，这2个怎么好的像是一对亲姐妹啊？好啊，那你们就先去，这里有我看着，你们放心。好。师姐，明天是新市长过来视察，我再回来。我这明明刚出去一小会儿，这2个怎么好的像是一对亲姐妹啊？好啊，那你们就先去，这里有我看着，你们放心。好。师姐，明天是新市长过来视察，市里面各大家族联合举办了一个欢迎会，我们唐家也在受邀名单中，所以我想问你有没有时间和我一起去？好啊，明天没什么事儿，我可以陪你去看看热闹。可是我们明天都不在，皇家人要是再来的话怎么办呀？放心好了，我有办法让他们进不来。那太好了，师姐，我先带他们回去挑几件新衣服，我们明天见。好，前辈再见。姐夫，我看好你哦。这阵盘虽然受损了，但在这里可是护宗神器的所在。李少，我不是让你给石城村布下噬魂伞了吗？我怎么看不到一丝的血气？反倒是他们一个个还生龙活虎，像吃了兴奋剂一样。回大人，我确实按您的吩咐把噬魂伞放到村子水井处了。至于为什么会这样，我也不知道。谅你也不敢有什么小动作。我皇家的噬魂伞，就连玉家也无可奈何。看来这石城村还真是有高人。不管是什么高人，这次我要亲自动手。这里竟然有挂阵，而且能覆盖这么大的地方，看来已经到了仙品的地步了。仙品？是，看来他们的高人还真不简单。大人，那这种情况，这次的仙缘是不是跟我们就无缘了？阵法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只要大人这一次出手，我要让他们求着我进去。哎，这不是李少吗？我听说您现在可是市长面前的大红人呐。可不是嘛，李少可是治好了齐市长的绝症，现在李少是齐市长的救命恩人，市里还准备让李少接管市里的地产开发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好像是石城村的那块地，对吧？石城村，那不就是个小村子吗？没错，我们李家呀，确实是准备改造石城村，改成旅游度假村，带动当地的居民的经济发展。啊，李少大义，李少这份觉悟，咱们根本比不了啊！没错，这可是造福一方的大好事儿。等我拿下了石城村的开发权，我看你们怎么在我眼皮底下碰仙缘。这谁？竟然这么大的牌面，竟然让唐小姐作陪？还有身后这几位，简直就是仙女下凡。那位是玉甲1届国医圣手，我之前在这儿见过他，绝对没错。那位是玉甲1届国医圣手，我之前在这儿见过他，绝对没错。那可是修仙家族，玉家和林家这代传人皆是2大美女，另一位是林家林小雪。这小子什么来头？不仅唐家千金陪行，身后还跟着2大家族的传人。难道他来自于尹氏家族？这小子好像是上次唐老寿宴的小伙子，我当时就觉得不凡。果然呢，该死的石井！上次你害我当众出丑，这次你又抢我风头，笑吧！我看你等会儿还能笑多久？怎么感觉好像大家都知道修仙家族的事儿？这次宴会来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大家多多少少对3大修仙家族都有些了解。前辈，这里的宴会好大，
有好多好吃的。这算什么呀？我和师傅下山的时候还参加过比这更大的宴会呢。欢迎大家远道而来啊！他不是那天我们看到的坏人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这次宴会感觉不对劲，大家小心点。我们这么多人，就算他们出什么幺蛾子，我们也不怕。我们还是小心一点，听石锦的吧。呀，这么快就夫唱妇随了？小玉，你不许再胡说了。在座的都是 H 市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我今天呢趁此机会和大家说一件事情，就是 H 市的地产开发项目和石城村的改造，将由李少博李先生负责。我不同意。哦，这位小兄弟是？我叫石锦，是石城村的村民，但石城村的那块地现在是我在承包。我不同意。哦，这位小兄弟是？我叫石锦，是石城村的村民，但石城村的那块地现在是我在承包。石兄弟，这个决定呢是我们一致商讨做出来的，而且由李少罗负责村子的开发项目，更利于村子的发展。你作为村子的村民，难道不应该支持村子的发展？难不成是想趁此机会多要赔偿吗？哼，没想到石锦是这样的人。没错，李少收购一个破村子是为了大义，而这个石锦却为了一己私利，我看就是想要多一些赔偿款。就是啊。哎，石锦，我既然负责石城区的开发项目，赔偿我1分钱都不会少。你要有什么需求，可以跟我的律师商议。你个伪君子！我明明听到你往石城村里的井水下毒，怎么可能要帮石城村发展？这位姑娘，没有证据的话，可不要乱说啊！否则的话，就算你是林家的人，我也照抓捕。没错，林小姐，凡事呀还需要讲证据，你可不能平白无故玷污我。毕竟所有人都知道，我李少罗 H 市有名的慈善家。你，这齐市长不对劲，不要着急。我们修仙者不能插足凡间的事，要是破坏规矩就不好了。好，那既然说到赔偿，我后山众所周知种的可是仙桃，每一棵桃树价值都上亿，按照合同10倍赔偿。我们这近100棵桃树，可要赔偿上千亿，不知李少出得起这钱吗？没想到灵桃是石先生种的，300元1颗呢。这灵桃里面富含仙力，经常吃能延年益寿呢。没错，黑市上都已经炒到400-5001颗，价格比金子都要贵。什么？1000亿？你在狮子大开口是吧？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怎么能说是假呢？我这个桃每1颗几百元，都是有市无价。如果李少若是不信，我可以提供凭证。石锦，你太过分了！今天这地，你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。这么说，吉市长是想要强买强卖了。我唐家今天把话先放在这里，石锦先生的态度就代表我们唐家的态度。我们唐家愿与石锦先生共进退。既然话说到这里了，那块地无论出多少钱，我都不会买。大人不要为这些小人物气坏了身体。石锦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应该知道，东西再好也得看这个人能不能守得住，否则的话，再好的东西对一个死人来讲也没什么用。好，我答应你卖。石锦，你石锦啊石锦，你没想到你也有今天是吧？我要卖，我也是卖给真的市长，而不是你这个披着人皮的畜生。我要卖，我也是卖给真的市长，而不是你这个披着人皮的畜生。前辈，你说他不是真的市长，而是妖物所化？他本来就是妖物，今天我让大家看看他原本的真面目。妖怪，竟然是妖怪！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好，看来是我小瞧你了。那么石城村的阵法也是你做的吧？既然你们都知道，今天谁也别想走。遵命，大人。是你，黄盖天！你们黄家破坏规矩，难道就不怕我们2大家族追杀吗？只要把你们都留在这儿，又有谁知道呢？今天有大人在这儿，出口已经全部封死，你们一个都别想走！你一个畜生，你竟然信仰妖物！石锦，你死定了！石锦，你死定了！不过我怎么感觉这次死定的是你呢？我堂堂凡界第1大妖，
这世间的任何一切都伤不了你。师姐，如果你之前乖乖把仙缘交出来，我还可以考虑放你一命。现在，记住，下辈子别得罪对不起的人。切，师姐，我乃世间第一大妖，一个小小的降妖符，怎么可能卖得着我？这怎么回事？凡间的降妖符管不管用我不知道，但我的降妖符倒是很有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大人这么厉害，怎么会死在你手上？一定是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！一定是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！站住！石大哥，我刚才是被逼的，你信吗？你猜呢？前辈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去追黄盖天？我总感觉那个妖物还没有死，只是跑掉了，所以过去追他的话，怕是有危险。什么？都灰飞烟灭了，那妖物还活着？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说不定那是妖物一个什么保命手段吧。前辈，你刚那是什么手段？好厉害！偶然得到的降妖符而已，没想到对他还挺有用的。那师姐，你没事吧？没啊，就是感觉有点那个。这降妖符不愧是仙界的东西，仅仅是催动它，就将我全部的仙力榨干了。这感觉再也不想用第二次了。又有好东西了，这次感觉好像有些不一样。镇妖塔，这能镇住一切妖物。看来我上次感觉不错，还是被那个妖物跑掉了。这次有了镇妖塔，我看你怎么跑。师姐，你觉得身体怎么样？有没有好一些？好多了，上次只是脱力了，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下次不许再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了，担心死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以后都不会做危险的事。前辈，仙缘就要来了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去把粥热一下。前辈，婉婉姐怎么了？脸怎么这么红？会不会生病了？别担心，咱们仨最有病的人还在关心别人，瞎操什么心？下次进屋之前记得敲门。前辈，是有大事发生。今天中午灵犀会石城村了，发现山上有异象。根据推算来看，今天午夜仙缘就会降临。没想到仙缘这么快就降临了。那行，咱们先回石城村，有我的阵法在，旁人是进不去。不过要小心今晚那个妖怪，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这不是有前辈在吗？我就叫婉婉姐。等一下，还是别叫他了，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，让他在家等我们消息吧。行，都听前辈的。那咱们什么时候出发？现在。啊，姐夫，婉婉姐呢？怎么没和你们一起来啊？今晚这里不安全，所以我让他在家等我们消息。这里就是我根据预价推算出来的地点，如果没有出错的话，仙缘一定会降落在这里。这霞光也太好看了吧！这个地方，不就是我捡到红珠子的地方吗？难道说仙缘和我脑子里这枚红珠子有关？这个仙缘倒是让我有些好奇。姐夫，我刚看了一下这个大阵，发现如果一直开放的话，仙缘可能会影响方向。我们需要在仙缘降临之前，提前把这个大阵关闭。好，我现在就把大阵关闭。前几天的大妖虽然受了伤，但他今天一定会来，你们要小心。如果有他的踪迹，直接联系我。好，我现在就把大阵关闭。前几天的大妖虽然受了伤，但他今天一定会来，你们要小心。如果有他的踪迹，直接联系我。希望这次能够顺利拿下仙缘。该死，一个凡夫俗子，竟害我差点丢了性命。这次我生吞了他不可。大人，那么多宝物，想必是有什么大的机缘。如果你能得到这些机缘，那岂不是如虎添翼？没错，这次我一定能拿到仙缘，还有他身上的秘密。对了，我交代你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回大人，已经办妥了。
大雾已经消散，我该出场了。石锦，这次我一定能拿到仙元。灵犀，距离仙元降临还有多久？还有20分钟左右。前辈，我怎么感觉这里凉飕飕的？你说这山里晚上有没有鬼啊？有没有鬼我不知道，但一定有妖。别藏着啦，鬼鬼祟祟的，真的想做缩头乌龟吗？前辈，你每隔几分钟就喊一遍这个话，真的好丢人啊！怎么这种低级的把戏，怎么可能会有傻子出来吗？谁这么牛啊？之前是我小瞧了你，没想到你居然看出我们来了。不是，真有傻子凑上来啊！林家小鬼，你敢羞辱我家大人，活腻了！这果然是电影照进现实啊！我也是看电影的样子，我就随便吆喝了一声，没想到你们真的钻出来了。不是，真有傻子凑上来啊！林家小鬼，你敢羞辱我家大人，活腻了！这果然是电影照进现实啊！我也是看电影的样子，我就随便吆喝了一声，没想到你们真的钻出来了。你臭小子，你敢耍我们！大人，别跟他废话了，先废了他。神符可遇不可求，我就不信他还能拿出那个宝物。既然如此，你先替我教训教训他。我说话不管用了吗？不敢，大人。石井，拿命来！老东西，你就派这么个货色上来，瞧不起我呀你？你还打不打了？不管你们打不打，我都是要收了你。真是狂妄！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前辈。看来又要动降妖符了。你小子，你少在这装神弄鬼！哦，是吗？那你不信的话，可以上来试一试。我就不过来，有本事你过来。哦，那我现在就过来喽。仙元，是仙元，仙元来了！黄老狗，你再不认真，我就让你现出原形了！区区两个小娃娃也敢和我斗，今天就让你见识我黄家的厉害！仙元是我的了。看来这仙元和你没什么缘分。竟然是通仙令，据说获得通仙令的认可，就可一步成仙。姐夫，你可真厉害呀！现在一切都结束了。师姐，我倒是想问问你，到底要这个仙元，还是要他的命？说吧，你要我怎么做，你才肯放了他？臭小子，刚才不是还很厉害吗？怎么现在不行了？想救他，就把仙元交出来。还有，现在自断双腿。师姐，不要救他的！还不动手？否则的话，就让他死在你面前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你放了他，否则这仙元我就算毁了也不会给你的。小子，没想到你小子机缘还挺多的，把机缘和仙元都交给我，否则的话我就弄死他。师姐，你怎么这么傻？对我来说，你比成仙更重要。石锦啊，石锦，多谢你助我成仙。师姐，你怎么这么傻？对我来说，你比成仙更重要。石锦啊，石锦，多谢你助我成仙。这种人不配成仙，我看你倒是适合下地狱。镇妖宝塔诛邪祟，万般妖魔皆可镇。我不甘心！快跑！前辈，通仙令认主了，你要成仙了。成仙？我和仙元还挺有缘，但是我现在的生活，怕是神仙都羡慕吧。
回家。